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睡眠是维持身心健康的最佳良药，一切都在睡眠中得以最佳优化。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人类是唯一一种自愿削减睡眠时间的物种。如果你了解睡眠不足的影响，你一定会感到惊讶。今天我们将简要概述 Matthew Walker 教授的畅销书《睡眠才是最强解药》。首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你能自信地说这一周你有充足的睡眠吗？你还能记得最后一次不靠闹钟就能清醒起床的日子吗？或许有些人的答案是否定的。现代人被戏称为睡眠不足也并不奇怪，但是一旦你了解睡眠不足的后果，你一定会感到惊讶。当睡眠时间持续少于6到7小时的时候，免疫功能将会下降，患癌症的风险甚至会增加2倍。此外，睡眠时间也是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关键因素。睡眠不足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脑中风、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疾病的风险。同时，睡眠不足也是导致抑郁症、焦虑症和自杀倾向等各种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更可怕的是，睡眠不足还会导致体重增加。你有没有在睡眠不足时感觉食欲旺盛呢？事实上，这并不只是错觉，睡眠不足会导致食欲调节激素大量分泌，使人感觉更加饥饿，而减少饱腹感的激素分泌却减少。结果是，即使吃了足够的食物，食欲也无法消失，人们会无休止地想吃东西。综合以上种种，可以轻易理解睡眠不足会缩短寿命。睡眠在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现代社会，睡眠问题却严重存在。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睡眠科学的先驱 Matthew Walker 教授总结了世界最先进的睡眠知识，编写了本书。本书详细描述了忽视睡眠质量和数量对健康和商业会带来何种负面影响。这本书将成为那些希望通过改变睡眠习惯改善人生的人的必读之作。对于那些渴望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想要改变现状的人来说，这本书绝对是不可错过的一册。那么，睡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当今最尖端的科学中，我们对睡眠有什么了解呢？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对我们至关重要的领域吧。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第一章，我们将通过2个部分来了解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第2章，让你无法入睡的罪魁祸首指的是哪些因素？第3章，我们将介绍3个小技巧，祝你享受美好的睡眠。那么，让我们立即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开始解释睡眠的重要性吧。如果现在问起你健康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你会如何回答呢？一些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能会说，食物、运动和睡眠是3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们构成了我们健康的基石。即使如此，健康的饮食和定期运动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最新研究表明，从健康的角度来看，睡眠可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比较一天睡眠充足的情况和一天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的情况，你会发现，对身心健康产生最大影响的可能是无法获得充足的睡眠。睡眠是唯一能够强大的恢复我们身心健康的因素，即使是自然功能或医学疾病，也没有像睡眠那样强大的力量。无论是医学上的病症还是家庭中的事物，都无法与之相比。根据最新的睡眠研究，睡眠被证明是维持心身健康的最强大的解药，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最有效的方法。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完全了解睡眠不足带来的严重危害。作者主张，目前在健康讨论中最缺乏的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这本书利用科学准确的信息传播有关睡眠不足的广泛认知。我们将探索与睡眠相关的令人兴奋的新发现。透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应该能够重新认识睡眠，并更深刻地感受到它的重要性。睡眠对健康有着多种积极的影响。每晚规律地获取这种重要的解药，取决于我们自己。据说许多人选择不规律地获取，因此我们应该成为那些正确摄取睡眠这种最强大药物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加认识到
睡眠的重要性，并与那些不重视睡眠、减少睡眠时间的人产生明显的差异。让我们努力成为那些正确摄取睡眠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意识到当前的状况。换言之，我们需要清楚地判断自己当前的睡眠状态是否良好。那么，如何进行判断呢？作者建议通过回答以下2个简单的问题来初步评估。问题1：你是否在早上10点或11点左右感到困倦？如果答案是，那么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不佳，或者两者都有可能。问题2：即使没有摄入咖啡因，你上午是否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可能是因为患有慢性睡眠不足，而且可能是通过咖啡因来勉强保持清醒。那么请问大家，你们的答案是1还是2呢？通常，如果必须在上午喝咖啡才能清醒，那可能是由于睡眠不足。理想情况下，作者建议每晚至少需要8到9小时的睡眠时间。睡眠不足会产生许多不良影响，比如脑内的腺苷过度积累，这是其中之一。腺苷是睡眠领域中一个广为人知的物质，它是一种疲劳物质，具有诱发睡意的作用。此外，腺苷还会阻止脑内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分泌，导致我们感觉更加疲劳。当多巴胺的作用被抑制时，人们会缺乏做事情的动力，因为缺乏多巴胺，人们也就失去了对事物的积极性。我们清醒时，这种疲劳物质会不断地在大脑中积累，因此晚上会感到疲劳。而在睡眠期间，这种疲劳物质会被有效清除，因此第2天我们可以再次精力充沛地活动。然而，如果持续睡眠不足，会发生什么呢？由于睡眠不足而未能清除的疲劳物质会在大脑中堆积，就像债务一样不断累积。醒来时，仍然有未偿还的疲劳物质残留，这样一整天都将继续处于未偿还状态。因此，腺苷疲劳物质的债务余额会持续积累，白天无法逃避，未归还的疲劳物质将持续在我们的大脑中停留，导致长期的睡眠不足状态。承担着这种疲劳债务的人将感受到持续的疲劳，并可能面临各种症状的困扰。目前，这种睡眠债务在世界各先进国家都很普遍。你是否也受到了影响呢？除了之前提到的2个问题外，还有其他用于判断睡眠不足的标准。例如，即使没有闹钟，你是否能够在固定时间醒来？如果不能，那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此外，当你在电脑上阅读文章时，如果需要反复阅读才能理解，那可能是睡眠不足造成的。总之，通过使用所有提到的标准来确认自己的睡眠是否足够，这是改善睡眠的第1步。我希望大家能够轻松地检查他们的睡眠时间是否足够。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到底我们应该睡多少小时才算好。根据一项相当大规模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每晚7到9小时的睡眠是理想的。基于这些调查结果，作者认为，对于成年人来说，每晚平均8小时的睡眠时间是最理想的。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疑问，他们可能会问：睡得更多就不好吗？我每晚睡9小时，难道这是睡得过多吗？有一些关于睡眠时间过长会增加死亡风险的说法，因此过多的睡眠也不好。你们对此有何看法呢？对于这一点，作者在本书中也有所涉及。根据流行病学数据，睡眠时间与寿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换句话说，睡眠时间越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活得更久，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平均睡眠时间达到9小时时，死亡风险会持续下降，但超过9小时后，死亡风险会增加。听到这个可能会感到吃惊，但有2个重要的观点需要说明。首先，对这些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发现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人更容易患上感染性疾病和癌症等疾病。一项关西大学的研究表明，免疫功能的激活会增加睡眠时间，而免疫功能活跃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睡得更多。重病患者需要更多的睡眠来应对疾病。
然而，面对像癌症这样强大的敌人时，并不是睡眠过多就能够战胜疾病。换句话说，听到睡得太多会导致早死这样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因果关系。事实上，重病患者需要更长时间的睡眠，但即使睡得再多，也可能无法战胜疾病，导致早逝。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睡眠对身体有害的证据。再者，并不是睡得越多越好，睡眠和食物、水和氧气一样，过量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吃得太多会缩短寿命，喝水过多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引发脑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睡眠也可能如此，睡得太多也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归根结底，清醒时间和睡眠时间在进化过程中都被优化了，它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都是生存所必须的。作者认为，对于成年人来说，平均每天清醒时间16小时，睡眠8小时是最理想的平衡。听到第二天睡得太多会导致早逝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指本来已经患有严重疾病的人，由于疾病加重导致死亡风险增加，因此并不是说睡眠过多就会导致早逝。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果关系。作者指出，说睡眠超过9小时会增加死亡风险，是基于包含患有疾病的人在内的数据，不能断言健康人睡眠超过9小时就会增加死亡风险。然而，即使这样说，过度做任何事情都不好，所以大约8小时的睡眠可能更好。接下来，我将揭示使您难以入睡的元凶是谁。虽然睡眠表面上对健康至关重要，我已经强调了每晚睡8小时的重要性，但对于那些每天都很忙，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探讨是谁让我们难以入睡，为什么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睡眠时间，以及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疲倦，但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中有太多剥夺我们睡眠的罪魁祸首。为了确保足够的睡眠时间，我们需要逐个找出这些罪魁祸首，并消除它们。首先，作者指出的主要罪犯是电灯的光。长时间暴露在电灯光线下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爱迪生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发电厂，开启了电气化社会的大门。从那时起，人类首次脱离了24小时被太阳光支配的循环。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打开开关来控制周围的光线亮度。结果，清醒时间和睡眠的模式也与自然的节奏脱节了。人类自古以来一直度过漫长的黑暗夜晚，现在终于拥有了明亮的夜晚。100年过去了，现代人类通过研究人工光的影响，解析出了影响自然睡眠节律的机制。在人类可见光谱中，短波长约为380纳米，代表紫色和蓝色光，而长波长约为700纳米，代表暖色的黄色和红色。太阳光包含了所有这些颜色及其之间的颜色。自从爱迪生以来，人类取得了进步，甚至在煤气和油灯时代也不存在的地雷也出现了。当太阳落山时，人眼可见的光线也会完全消失。大脑中的视交叉上核，这个24小时节律的时钟，也不再受到光线的影响。视交叉上核因为白天的光线消失而不再活跃，这使得大脑的松果体意识到夜晚的到来，开始减缓睡眠的准备工作。于是，松果体开始分泌一种名为褪黑激素的激素，它诱发睡眠。这个信号告诉大脑和身体现在是夜晚，开始准备入眠。在没有人工光的世界中，人类通常会在日落几小时后感到困倦。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自然节律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世代对于午夜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将生活在一个不再受自然节律约束的世界中，即使是微弱的人工夜间光，也能让人误以为现在是白天。褪黑激素应该在日落时释放，但只要有人工光存在，人们就会继续感觉还没有到夜晚，褪黑激素的释放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褪黑激素的分泌被延迟。
几乎无法在自然时间入睡，即使关闭电灯、闭上眼睛，也不能立即入睡，因为褪黑激素的水平需要达到峰值才能进入自然睡眠，这需要一段时间。由于褪黑激素的分泌只会在变暗后开始，因此不应期望立即入睡。我们的身体机制并非为了在现代社会中不受人工光的影响而设计，因此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由于光线无处不在，因此在这种环境下保护睡眠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尽可能的保护睡眠，关注周围的人工光就显得至关重要。首先要做的是将夜间房间的灯光调暗，避免过强的天花板灯光，而是选择柔和的间接照明。此外，在晚间戴上阻挡蓝光的眼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市面上有许多蓝光护眼镜出售。同时，在睡觉时保持完全黑暗也同样重要。最简单的方法是安装遮光窗帘。最后，你还可以安装软件来限制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夜间发出的蓝光。总之，尽量减少夜间接触人工光，可以提高睡眠质量。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影响睡眠的因素之一，即饮酒。酒精会干扰睡眠，虽然酒后会感到困倦，很多人会将其作为入睡药使用，但请记住，通过饮酒入睡的睡眠与自然睡眠完全不同。饮酒后入睡的人的脑波与自然睡眠的脑波完全不同，更接近于轻度麻醉状态。此外，酒精会导致睡眠不连续，使夜间多次醒来，即使睡了也无法解除疲劳。那些喝了酒却整夜睡得很香的人，实际上只是不记得夜间醒来而已。另外，据目前所知，酒精是最强大的快速眼动睡眠 REM 抑制因子之一。白天到晚上饮酒，即使适量，也会剥夺重要的 REM 睡眠。总之，让我们今天就放弃认为酒精有助于睡眠的想法，认识到酒精是剥夺我们睡眠的恶棍。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剥夺我们睡眠的因素之一，那就是闹钟。在工业化的世界中，影响我们睡眠的因素不仅仅是夜间人工光和饮酒，早起文化也是其中之一。强迫自己在仍然感到困倦时就用闹钟叫醒，是人类特有的习惯，在所有物种中都是如此。其他物种并没有这种不合理的做法。通过比较被闹钟强迫叫醒和自然醒来的人体内发生的情况，可以更好地理解。根据实验结果显示，被闹钟强迫叫醒的人，血压和脉搏会在起床后迅速上升，这是因为闹钟声触发了一种战斗或逃跑的应激反应。此外，闹钟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贪睡按钮。在短时间内多次被闹钟吵醒，可能会对心脏造成冲击。这是因为频繁的醒来会给心脏带来压力。如果你每周都以这样的频率长期坚持下去，想象一下一生中对心脏和神经系统可能造成的伤害是相当容易的。但是我明白工作的重要性，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起床。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为了按时起床，就需要设置闹钟。对于这些人，作者的建议是，如果使用闹钟，就只使用一次性的闹钟，这样可以避免闹钟不断响起给心脏带来多次负担。请务必关闭贪睡功能，并尽量过上不使用闹钟的生活。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另一个剥夺我们睡眠的罪魁祸首，那就是安眠药。听到这个，可能有人会感到不可思议，认为安眠药是帮助入睡的药物。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明确知道，安眠药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总之，即使使用安眠药，也无法获得自然的睡眠，而只会导致不自然的睡眠。安眠药只是在表面上起作用，仅在等待入睡时才有效果。如果比较自然的深度非快速眼动睡眠时的脑电波和使用现代安眠药后的脑电波，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用药后，最深层的脑电波缺失最为明显，这意味着睡眠质量严重下降。因此，使用安眠药会严重影响深度睡眠的质量，所以不应该使用。这是作者的观点。此外，除了这一情况外，安眠药的副作用也是相当令人担忧的。例如，
第二天仍然感到疲劳，白天头脑昏昏沉沉。另外，可能会出现一些晚上的记忆缺失，导致白天的反应速度变慢，影响了例如驾车等活动。尽管新型安眠药的作用时间较短，但仍然无法摆脱这些副作用。结果，人们会陷入失眠和安眠药的恶性循环中，因为白天可能会感到困倦，所以会喝咖啡或茶来提神，依赖咖啡因度过一天。根据最近一组由医生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收集和分析的有关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安眠药的研究数据，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讽刺的现象：尽管人们倾向于依赖咖啡因应对白天的疲惫，接着又依赖安眠药来克服由于咖啡因导致的入睡困难，但实际上使用药物后睡眠的增加很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其效果更多的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睡眠问题往往不能简单的用化学药物来解决，而需要综合考虑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心理因素等方面的因素。总结起来，即使使用安眠药，也只能稍微减少躺下后入睡的时间。换句话说，睡眠要对改善入睡的效果微乎其微。与此相比，那些副作用多且无效的安眠药简直是毫无意义的。作者强调，这些药物没有任何帮助。接下来，我将解释最后10个建议，帮助您获得良好的睡眠。首先，让我们列举这些建议。为了获得充分的睡眠，建议一：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人类是习惯性的生物，频繁改变睡眠模式会导致适应困难，即使周末晚起，也无法弥补平日的睡眠不足。因此，建议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有助于身体建立规律的生物钟，从而更容易入睡和醒来。此外，如果周一早上无法准时起床，这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时间。因此，不仅需要设定起床时间，还需要设定睡觉时间，确保闹钟能够准时响起非常重要。如果只能选择一个建议来遵循，那么请务必选择这个。作者强烈建议你执行这个建议，因为要全部执行实在太麻烦了。接下来我们将解释第2个建议：晚上睡前不要进行运动。虽然运动对健康有益，但不要在太晚的时间进行。我们建议至少每周进行30分钟的定期运动，但请确保在睡前2到3小时结束运动。接着第3个建议是不要摄入咖啡因和尼古丁。咖啡、可乐、茶和巧克力中含有兴奋剂咖啡因，其效果可能需要8小时才能完全消失。换句话说，如果在晚上喝一杯咖啡，可能会导致难以入睡。此外，尼古丁也是一种兴奋剂，这会导致参与者经常处于浅睡眠状态。尼古丁戒断症状可能导致他们在早晨醒来。因此，我强烈建议你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和尼古丁。接下来，让我们来解释第4个建议：睡前不要饮酒。虽然少量的酒精饮料可能有助于放松身心，但过量饮酒会降低睡眠质量，使睡眠变浅，甚至可能干扰呼吸。此外，当酒精的作用消退时，可能会导致中途醒来。因此，请避免在睡前饮酒。接下来第5个建议是晚间不要过量进食。作者认为，适量的少吃一点是可以的，但如果晚上吃的太多，会导致消化不良，影响深度睡眠。过量摄入水分可能导致夜间频繁起夜上厕所。因此，请注意晚间不要过量进食和饮水。最后，让我们来解释第6个建议：下午3点后不要午睡。午睡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弥补睡眠不足，但是如果在午后较晚的时间午睡，可能会导致晚上难以入睡，所以请不要这样做。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第7个建议：睡前放松。请大家注意，不要在睡前安排太多活动。你们是不是在临出门前还在工作呢？我也时常提醒自己，我们可以养成一些放松的睡前习惯，比如阅读书籍、听音乐等。接着第8个建议是睡前泡澡。泡澡后，体温会下降，自然会感到困倦，这有助于进入睡眠状态。泡澡本身就有放松的效果，
所以请务必在睡前泡个澡。让我们来探讨第9个建议：保持环境黑暗、凉爽。避免使用数字设备。影响睡眠的因素包括强烈的光线、不舒适的床铺和过暖的室温。理想的室温应该维持在摄氏18.3度左右，这有助于更好的入睡。电视、手机、智能手机和电脑也会干扰睡眠。舒适的床铺和枕头有助于促进良好的睡眠。对于失眠症患者来说，他们经常盯着时钟看，这会使入睡更加困难。专家建议，让时钟的表盘和数字不可见可能会有帮助。最后，让我们来解释第10个建议：白天接受太阳光照。太阳光有助于调整身体的生物钟，每天至少外出30分钟，接受阳光的照射。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让自己在阳光下醒来。早上起床后，也应该接受明亮的人工光照。睡眠专家建议，在睡前1个小时，关闭房间的灯光，尽量保持黑暗。我们一口气给出了10条睡眠专家建议，每一条都是为了帮助您获得更好的睡眠质量。如果您能够执行这些建议，毫无疑问，您将会拥有更加宁静的睡眠。我相信，几乎没有人会完全执行这些建议后还睡不好觉。因此，我希望您能够将这些建议融入到您的日常生活中，试试看效果如何。感谢您的耐心倾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您提升睡眠质量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